在埃及的第3天，是在小鸟叽叽喳喳的一片声音当中醒过来的。我们在路克所订的民宿是在尼罗河的西岸，紧靠着尼罗河的，所以一大早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日出。之所以在这儿订这个民宿，除了想看日出之外，另外一个计划就是第2天去坐它的热气球。热气球的乘坐地点是在尼罗河的西岸的，所以住在西岸的话，就一大早就不用那么太早的起床。现在屏幕上那个小红圈就大致是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地方。这一天我们是计划去看帝王谷、皇后谷以及其他一些在西岸的景点。订了一个当地的司机和导游骑车的服务，这个司机和导游还比较靠谱，一大早就准时出现了。到了目的地之后，把我们放下，我们得自己搭这种电车去到帝王谷里入门处，然后完了我们下车稍微等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导游就把票买了好走过来了，这样子我们省了很多时间。帝王谷 Valley of the Kings 有大约63到65个古埃及法老的坟墓，它这个墓的话，规模是不同的。有的法老他在位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他当时的那个国力比较旺盛，经济比较发达，他那个墓就建造的比较豪华，比较大。有的时候那个法老可能在位只有2-3年，所以就是他那个势力也不是很强，也没有时间为自己建造这么大一个陵墓，所以那个墓就比较小。它那个墓穴的构造一般是一个长长的甬道，刚进去的话，两边有一些耳房，里面的物品早已经不知所踪了。当时墙上的壁画，都可以看得出是描述那些法老生前的一些事迹和生活的。然后在甬道的尽头是一个墓穴，然后法老的那个木乃伊是放在那个墓穴里头的。帝王谷的门票可以让你任选3个陵墓去参观，但是这不包括那个最有名的图特卡门的陵墓，那个的话是要另外买票的。我们就选了3个比较大的陵墓，然后完了也去了图特卡门那个陵墓的内部看了看。图特卡门的木乃伊还仍旧放在那儿，周围有很多人拍照，但是我是一个是出于对这个规则的尊敬，另外一个是也是觉得还是忌讳一点吧，就没有拍。图特卡门之所以有名，不是说他在世的时候有了什么丰功伟绩，而是他的坟墓是挖掘的最完整的一个坟墓。他挖掘的时候，他的那个双层的棺管都还完好无损，包括里面的那一层金做的那个棺材，那个棺材已经被送到埃及开罗的开罗博物馆进行展览了。那个的话，我们是到了埃及第1天就已经看过了。其实图特卡门不是一个词，它是由3个词组成的，就是他安克阿梦，意思是就是说是太阳王在世间的永久的代表，或者永久的影像。它是影像的意思，安克是永久生命的意思。阿梦是他们的一个神，是至高无上的神，在很长的时间里，被称为神中之神 ，King of the Gods。这些墓穴里的壁画，说实在的，我看久了，也就是觉得大同小异了。比较多的就是歌颂法老的丰功伟绩，或者是描述他当时是怎么接受神的意志成为法老的，或者是描述当时的一些神话之类的。给我印象比较深，或者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壁画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原始的崇拜，比如说它有很明显的动物崇拜，当时可能沙漠上蛇比较多，然后完了可能也有些鳄鱼之类的它就几乎是什么那些动物它都会去崇拜，然后比如说这个甲壳虫，它也成了它崇拜的内容之一。另外就还有鸟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的埃及人觉得蛇能够游走，可以咬死人，鸟可以飞，然后甲壳虫也可以飞，这些都是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就是由敬畏发展到崇拜了。而且古埃及人对动物的崇拜也不是说一味的崇拜，而是就说看这个
神灵或者是动物神灵，有没有益于人类？比如说这个蛇吧，有时候会被表现得很慈祥、很可爱。比如说现在屏幕上的这个壁画，这个蛇是在保护人类。这个时候他所描绘的神灵就是好的神灵 good spirit， 但是有时候他描绘的那个神灵是很恶的，你可以看出是有点那种獐头鼠目那种穷凶极恶的样子，然后会完了有描绘人是怎么去征服那个神灵的，那个时候那个神灵所代表的就是恶神灵 bad spirit。比如说，现在这个屏幕上这个壁画所呈现的蛇，在画的下半部，这个蛇就是趁人不注意从背后偷袭它，就是这个比较坏的蛇。然后这个屏幕的上半部呈现的就是，法老终于驯服了这个蛇，告诫了这个蛇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他们这些壁画其实也是给后来的一些文艺创作带来了灵感。比如说现在屏幕上这个蛇的画，在法国作家Saint-Exupéry的那个小王子 Little Prince 里头就被引用，说的是小王子刚到地球，在沙漠上，然后就遇见了一条蛇，然后就用的是这幅插画。然后有另外一些壁画也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现在屏幕上这个壁画，这个法老手里举的两个是什么呢？是冰淇淋还是鸡腿儿？然后导游说是一种香料，那种香料是用香料和油脂混合做成的，随着温度它会慢慢的挥发，产生香味儿。当时在古埃及人当中是很珍贵的一种礼物。所以像现在这个屏幕上这个图片里，这个人不是说在啃鸡腿儿或吃冰淇淋，而是在闻那个香味儿。然后右边那个人的话应该是给他送上了那个香料作为礼品。这两者的关系呢，一般是送上香料的那个是法老，然后接受礼品的那个是天上那个法老所对应的那个神。古埃及的法老他们一般都会自称是天上某个神在地上的代表，比如说图特卡门，他是天上那个太阳王中之王在地上的代表。所以的话，他在天上是有自己的一个神灵的。当然，这些都是那些历史学家和古埃及学家根据壁画和一些雕刻来推演出来的。现在就是古埃及它的所剩下的文字只有一些岩刻之类的，那些没有任何人能有100%的把握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说，根据一些佐证，一些其他的一些符号或者是出土的一些文物，大致可以推测个8-9不离10。我们的导游学识还是挺渊博的，而且精力充沛，给我们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很多典故。然后完了，他的口音有点重，所以我就是也是听的差不多吸收了一半左右吧。但是那是已经是很丰富了，使得我完了对着那个壁画琢磨半天了。但是他们作为导游不能进入到陵墓的洞穴之内，所以的话，他是在那个陵墓之外，就把所能讲的在墓穴里头所应该看到着重点都给我们提到了。然后他每次我们在那个墓穴里头参观的时候，他就在外面等着。我们在帝王谷待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是可以待得更久的，因为那个地方内容其实还是挺丰富的，可以细细的观摩、品味、琢磨，然后看各种说明，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都不为过。但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2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要去看，然后明天又有满满的一天的其他的内容的安排，所以就2个小时左右就告别了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拜拜。告别了帝王谷之后，我们去到了 Hatshepsut 的寺庙，它的名字中文翻作哈特普苏特 Hatshepsut。导游开玩笑说，你如果实在记不住这个名字的话，就把它想成是热鸡汤 hot chicken soup 来记。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然后一路上也听到其他的一些游客说热鸡汤，热鸡汤，我们来看热鸡汤了。关于 Hatshepsut 它的背景经历和留下的文化遗产还是很丰富的，值得很详细的记录和分享。
下一期我会主要分享 Hatshepsut 的传奇。谢谢，拜拜。